嗨，我剪短頭髮啦！應該要先開個場。嘿，大家好，我阿玲。我剪短頭髮了，就是我覺得我好像某一天突然受夠長髮，我就想要玩一下短髮。然後現在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造型感，但是其實我後面是有燙捲的什麼之類的，但是因為我睡醒，然後沒有整理，所以現在長這樣。我打算等一下化個妝，然後我來試着整理一下這頭短髮。這樣，我已經300年沒有短頭髮過了吧，然後也沒有剪，已經很久沒有剪這種層次很高的頭髮，然後還燙捲，是一點比較有造型感的那種捲度。這樣，那我覺得剛燙完的時候其實蠻好看的，但是因為我反正我都沒有整理，所以现在就長成這個樣子。然後我真的覺得我剪了短頭髮之後長得跟我媽越來越像了，哇，終究會越來越像媽媽的嗎？是這個樣子嗎？那我今天想說我就來化個妝，我也不確定等一下會不會聊天。那反正就是我也蠻久沒跟你們見面的嘛。對，因為我最近都在忙另外一個頻道的事情，這樣。那另外一個頻道是跟生活相關的頻道，我們等一下可以細聊，或者是就是你們可以去看這樣。我不知道。然後我的皮膚最近我覺得有點敏感，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們先把髮箍戴起来，就是我觉得它有點泛紅什麼的，然後我前幾天還被蚊子我還被蚊子叮額頭，叮一個超大的。我原本昨天就要化妝，但是我額頭就是腫到比今天還要再腫個10倍吧，所以就是我就沒辦法化妝，我就只好放到今天來這樣。我昨天超級意志超級消沉的，我想做的事情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就是按照我的計劃進行，超令人就是你知道要發瘋的。OK， 那反正應該是會化一個簡單的妝。我覺得我今天好像有一點想要化，因為其實髮型燙起來蠻可愛的，所以我有點想要畫一個比較有一點酷的妝。那酷的妝 ，maybe 我們就用咖啡色之類的口紅，然後我也買了一些假睫毛，或許我們可以試試看那個效果。我不知道，我其實現在腦中也沒有什麼想法，但是就走一步算一步。那這樣子的話，我就邊畫，我們再邊來看看有沒有什麼話可以來聊天。沒有的話，就是事後配音，就是就如老樣子這樣。要不然我的腦袋没有辦法一次這麼多工處理這麼多事情，又要跟你們聊天，然後又要化妝，然後又要想等一下拍攝什麼的，所以那就這樣吧，我先來化妝了。突然覺得好像可以跟你們大聊特聊，我不知道，來感覺一下。我們先來用這個，它有對焦嗎？其實有點看不清楚，應該是有。用這個，為什麼臉突然很多這個小疙瘩？就是這邊你們看得到嗎？那臉這邊突然很多紅紅的小疙瘩，我是完全搞不懂，我從來沒有長過這種東西，很奇怪，超級奇怪的。退回來一點，太近了，我有點害羞。我已經用了2個我覺得非常之好用的東西，非常讓我驚豔。這樣，等一下順便跟你們分享。太習慣用手，我其實本來要跟你們展示一下我的新東西，就是新的好用的東西，結果太習慣用手。一個是那个031他們的粉底條棒，跟他們這一支粉底刷，這樣就是在那個刷具組裡面附送的，這是粉底刷，我覺得它非常之好用。就是那時候在拍影片的時候，覺得哇，很方便的，不用沾手。結果我剛剛太習慣用手，就直接就沾下去了，這樣。它是一個可以很輕鬆就把試底乳或者是妝前乳推開的刷子，然後後續用來上底妝，我覺得也真的是非常之方便。那一支介紹的影片應該已經上了，所以你們可以去看。就是如果剪短的話，你們想看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然後你看，就是真的隨便這樣塗個2下就勻了，就塗勻了，蠻方便的。然後我會拿鏡子，是因為我其實近視還有散光會讓我就是
完全看不清楚。就是雖然說我現在離你們只有1臂之遠，但是我已經完全看不清楚你們了。所以我大概要這麼近的距離才看得清楚自己的皮膚有沒有把那些粉底什麼的上均勻，所以我會很容易擋到。你看，很快就上均勻了。超級方便的，因為就是其實我還是喜歡用粉餅，但是因為今天就是最近的這個膚況真的是令人感到驚人，所以我決定用這個 Kat 的這個無瑕的妝前乳無瑕粉底，什麼無瑕，随便啊，反正就是他們的這一罐，我之前曾經大推過的，就是抗汗粉底液這樣。那我前面当然已經就是做了各種保養，還有加強保濕，就是濕敷面膜，然後還有其實我這次還厚敷了一层那個面霜這樣。那就是為了讓我的皮膚可以承受住，這個粉底液，03E他們給的這個，其實我會先把前面一點點擠掉，因為對我來講那是氧化過的這樣。然後你這樣子啊，它這個真的蠻好用的，你就是這樣子，那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把它鋪平這樣。我覺得是蠻方便的。然後我不會上太多到臉頰兩側，我覺得差不多，你說兩側是這邊。差不多就這樣子，然後趕快先把它推開。但是其實這支刷具真的很好用，所以不用擔心會有什麼刷痕之類的。真的很輕鬆，真的是很輕的推。其實我去上課的時候，不是上課，對，我有去上課，我有去上那個底妝課。那個老師在推的時候的手法是非常之輕的，我覺得我現在可能對他來講還太重，他可能會叫我把手法放輕一點。我們可以蠻輕鬆的畫到你的那個鼻子，這樣蠻方便的。就是這樣，粉底蠻快就上好了。這邊這一塊真的很嚴重，怎麼回事啊？因為這邊的膚況真的是有點驚人哎。那這邊我就少少的再上少一點。為什麼會這樣？畢竟就是那個天氣，一下好冷，一下好熱。大家有感冒嗎？我不知道，我其實感覺很像感冒，但是我覺得我應該是過敏性鼻炎。我長到現在我才發現，原來我有過敏性鼻炎。然後我的過敏性鼻炎就是我在猜啦，就是導致我每年都會感冒的原因，就是因為我過敏性鼻炎，然後鼻孔塞住，就是鼻塞，然后鼻子塞住。所以我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會更強，就是更容易用嘴巴呼吸，然後嘴巴呼吸之後，就因為喉嚨太乾，然後我的喉嚨就發炎，然後就变成感冒這樣。我覺得是這個原因呢，因為我這一次就是有買那個什麼歐治鼻之類的東西，然後噴鼻子，我就讓自己沒有鼻塞，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戴口罩，讓我自己就算真的用嘴巴呼吸也可以不要太乾燥。我就到現在。雖然說鼻音很重，但是沒有真的啞起來，因為我真的啞起來是那種會直接就是可能會發燒，然後會直接躺半個月掉的那一種。我每次感冒都這麼嚴重，所以我很驚訝，就是我這一次，我居然有撐住這樣，我身體有算是撐住，所以我覺得還行這樣。雖然說鼻音很重啊，我不知道你們最近有沒有看到脆上面很流行的那個蘋果老薑、蘋果薑茶，然後再加一點那個蘋果醋。我最近也有在喝那個，但其實我是一個非常無敵討厭薑的人。但是就是那一個紅茶，不是紅茶，那個蘋果這樣子煮，再加上一點蘋果醋的味道，我覺得意外的還能接受。所以我就默默的喝，然後我也覺得應該是這個在把我的身體撐住，讓我沒有繼續感冒這樣。我自己是這樣想的啦。上完之後蠻快的，其實蠻快的。我先去換個衣服，我真的太熱了。決定要再加一層粉餅，因為我目前對於它的妝效，就是現在雖然說就是有光澤很棒，但是
我覺得遮瑕度有點不夠，但是再繼續疊這個粉底，我覺得我應該皮膚會乾到爆炸，所以我想要直接上一點粉餅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樣，那粉餅的話，其實我想要用，我就用刷子好了，我稍微疊在我的臉頰的位置，就是我覺得需要再加強一點。然後我今天的遮瑕，我還在想，反正對啊，我要先遮瑕了。我覺得應該還好，我就先疊粉餅就好。那粉餅是這一顆这個 MAC 的超持妝無瑕粉餅，這樣。我之前那個養膚那一塊已經快用完了，所以我後來又買了一塊這個，就稍微壓一下，稍微讓這邊的遮瑕度再高一點，這樣。好一點，就稍微疊加一下在這個地方。真搞不懂了，我剛剛已經想說靜置一下，讓皮膚冷靜一下，但好像效果沒有很好，所以我猜應該真的是，一定是晚上睡覺要被蚊子煩。你們真的是，我真的不懂為什麼都已經這麼冷了，還會有蚊子啊！我真的要被那些臭蚊子給氣死。然後雖然說我刚剛跟你們講說可能會畫一個什麼咖啡色的妝，但是我剛剛在翻眼影盤的時候，我就在想說，我今天到底可以畫什麼？我在翻那個眼影盤的時候，我翻到這一盤，等一下給你們看，我翻到一盤，我真的覺得哇，好美哦！我今天想要用它，它真的太漂亮了。然後对，稍微壓一压。我覺得壓過之後皮膚的狀況就好很多。然後我也沒有特別定妝眼下的，就是我今天也沒有做遮瑕，所以我覺得還好。然後眼下稍微壓一下，讓等一下眼影粉不要打架就好。我覺得這樣看起來好多了，而且皮膚的質感也好一點，跟剛剛比起來。好像我今天有很認真的妝前保養，要不然我現在皮膚應該會更嚴重、更可怕。我覺得這樣 OK 的，好，這樣好多了，算是救回來了。然後眼妝的話就是我刚剛翻到這一盤 Gimme Girl 的這一盤也是人家送我的，哇，這盤這個顏色太美了吧！這些顏色太美了，我最近真的是好愛綠色哦。这個綠色真的是太美了 ，How can I say no？ 我不知道語法怎麼正確，但是就是 anyway 這個顏色太美了，所以我決定要用這一盤。它真的太漂亮了，我沒有辦法拒絕它。然後與之搭配的，我看這一個顏色是有一點乾的咖啡色，我覺得有點危險，就是有點乾，就是這樣。你一摸，然後你一搓的時候，會覺得有點卡嘛，這就是有點乾的感覺。我覺得這一顆咖啡色有點乾，所以我想要換一顆。但是它其他的綠色應該是不錯的。其他綠色的粉質是完全不會卡的，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分辨，就是會卡的顏色在上手的瞬間，你就知道它會卡色了。這樣，它摸起來的質地、摸起來的感覺，粉質會跟正常不會卡粉的眼影不太一樣，所以我應該不會用它裡面的咖啡色，我另外去找一顆好用的咖啡色這樣。我本來想說今天要畫一個顏色比較沒有顏色的妝，但是還是咖啡色還是拿回我們的老朋友好了，就是這一盤 Maybelline 的已經用到爛掉了，2018年就要過期的，還是用回這一盤好了。這一盤的咖啡色我始終很喜歡這一個顏色，這樣。那真的我試試看今天的就是顏色不要彩度這麼的高，就是不要那麼誇張這樣。我試試看，我努力試試看，說不定接着加到最後我又發瘋了，我又開始瘋狂加色，這樣也是不無可能啊。就是畢竟每次都這樣。那眼影打底膏一樣是這一條，用了100年是用不完，但我覺得它應該已經過期了。根據我買的那個時間，然後再加上它都已經換包裝，所以我覺得它應該已經過期了。但是 whatever 就是照用，但是我今年会想要買新的啦。今年我会希望可以買一條新的這樣。
我先大範圍的塗上我的眼皮。眼皮剛剛是沒有上妝的，所以我的眼皮是乾淨的，也沒有那個粉餅，也沒有粉底液，對，就是上一個這個。然後關於眼影打底膏，就是去年哇，已經要講去年了，去年 Alice 有推一支影片，還有出一支影片，哇，他真的是超級詳盡的講了眼影打底膏的用法，還有就是作用，還有到底用了眼影打底膏，到底你要不要再用蜜粉來上色什麼之類的哦，真的是超級詳盡的一支影片，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他真的是技巧派的，非常非常之厲害。這樣，我的刷具盆好近，我現在沒有辦法好好的拿我的刷具，稍微等我一下。OK， 好，我覺得應該要把你們拉近一點。拉近一點，你们家现在到底有多近啊？我其實看不太到，那應該夠近了吧？應該夠近了。然後我們先用這一盤 Maybelline 的，我看一下，我想要先用個這個顏色是有亮嗎？還是沾到？先用這一顆顏色，我先簡單做打底。然後我剛剛是拿差不多這種頭的，但是我現在覺得應該要換大一點。我拿一支再更鬆一點這種頭的，然後沾它，沾了壓在盤子上，沾了压在盤子上。然後因為我看不到，所以有毛，我會拿近一點，把眼睛上的基本的打底膏拍開，按壓一層，然後稍微帶到眼睛下面一點，眼頭也帶一點點，一點點就好。這是一個大面積的打底，這樣。再把旁邊暈開一點，稍微一點點，大概會是這樣的差異。然後另外一邊也如法炮製，把它用上去。你會不會覺得用到成語的時機越來越少了？現在好像用成語反而很像老人一樣。我不知道最近的年輕人都用一些什麼用語呢？我覺得我已經快要跟不上了。我前幾天聽到一個非常之驚人的，就是聽說現在的年輕人已經覺得發限動很老了。我真的是驚呆了，連發限動都會覺得老，你們到底在幹嘛？你們是不是自己有一個什麼新的什麼应用程式，什麼新的 App， 新的就是交友軟體，不是交友軟體，新的社交軟體，然後你們偷偷都在裡面，然後不跟我們說，我們怎樣超過30歲就不准入內這樣。我這隻眼睛好像比較深，把它暈開。超過30歲的我們就已經就是在 App Store 上面已經找不到，因為我們的是身份認證已經超過那個歲數了，這樣是不是？你們只是連發個限動都覺得老，你們到底想要我們這些人怎麼樣？莫名其妙開始生氣。好，稍微這樣子，然後我想要換一支小一點的刷子，然後來加深咖啡色的部分。我離我的刷具桶好遠哦，那狗睡在一個很討厭的地方。我用這一顆咖啡色，這是一直以來都不太會出錯的這一顆。然後換了一支比較小的刷子啦，刷頭是什麼？然後我只有在尖端、前端有沾粉而已，我沒有整支去沾它，因為我只需要小範圍的上色。然後一樣要記得先勻粉之後再上眼這樣。然後我只想要加深在眼頭、眼尾，我中間想要留給那個漂亮的綠色，這樣子一點點，看出來嗎？
帶前面一點，要不然看起來線條感太重。暈開一點點，這邊是暈開一點點。第一個點色下去太重了。輕輕的拍拍拍。稍微暈開一點，好像我們有一個大地色，讓它不至於太瘋狂一樣。稍微暈開一點，我覺得我已經有點上色，好像已經有點失控了，有點太深了。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但是沒關係，我們依舊，反正深就深了嘛。我們就想說，等一下拍照，燈光打下去可能會看不清楚。然後眼頭、眼尾也稍微加一下，看能不能把這邊連起来，稍微有一點點連在一起就好，不用太多。然後拿暈染刷去把它稍微暈開。眼頭這個地方暈開，我覺得好像還行，好像還行。然後另外一隻眼睛也老樣子把它畫上去，我覺得我的有跑進我的眼睛裡了，也是一樣，就是眼頭的位置。其實我如果不放正面，我就看不清楚；但是放正面，你們就什麼都看不到，所以我只能一個盡量。其他就是好熱，我開始流汗。其他有近視的人都怎麼錄影的？好強啊！這個問題怎麼突然大結巴？這個問題我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很好的解決，就是我的鏡子真的會一直擋到鏡頭。我相信大家都是可能盡可能的避開什麼之類的，但是好難哦，真的好難。我覺得這隻眼睛的鋪色位置比較好一點。然後暈開，眼睛鋪色的位置比較對，而且比較沒有那麼深。每次都是在第二顆眼睛才可以找到比較漂亮的顏色，但是因為我第一顆眼睛已经太深了，所以我們只能把它加深，稍微有一點畫到我們的眼頭。反正我覺得我應該会開一點開一點眼頭。對，沒錯，對，應該還好。有時候覺得他們其他人化妝拿刷子的樣子看起來非常的專業，然後我拿刷子的樣子看起來很像就是亂拿刷子在吃飯的人，就是亂拿筷子，你知道，有一些人拿刷子啊、拿筷子那種握的那個筆握法非常漂亮，但是我每次都覺得我在化妝的時候看起来很像一個亂拿筷子在吃飯的人。OK，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打底，就是我覺得咖啡色這樣就夠了。然後我們就要換到這一盤啦，這一盤真的好美啊！那我可能會希望用這一個顏色當中間，但是我又不希望现在這個顏色完全跟綠色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應該會用這一顆顏色。我們先來把外框稍微暈染一下，那我就要拿一支很鬆的刷具，就這支好了，這支真的是蠻鬆的，圓頭的這樣子，也是很輕的，就是這樣垂直的去沾，然後一點點就好，甚至一點點都好，記得在那個上面排開，哦，一點點，你看真的超级一點點。然後我想要把眼眶的位置稍微加深一下，然后用这個綠色。我有時候化妝的時候啊，會覺得哇，好像都是這些公式在變來變去，就會有的時候很容易會進入一個倦怠期，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哦，就這樣，我覺得就這樣好，這樣子很好，我覺得這一點點就好，稍微把它暈開一點，再往上暈一點。哦，這個顏色這樣子表現很好，我不知道你們在鏡頭裡面看不看得到，但是我覺得在現實生活中，
以日常妝來講的話，現在這個綠色的表現度非常之好。然後這邊也稍微，你要記得把它拍開，越用到後面那個刷子有可能卡很多顏色，所以真的要很小心。稍微在眼窩的位置，什麼叫眼窩？就是肚位有凹凹的地方。但其實你可以打到自己假的啦，所以就是看你的心情。那我就是按照我想要的位置，還有大概的它的眼窩在的位置，就稍微給它做一個簡單的暈染，讓顏色不至於太不相干。然後我希望點到眼頭一點點就好，那大概會是這樣，看起來有點髒，但是我喜歡。應該說勒啦，也不能到髒，也不是髒，就是勒的顏色，我還蠻喜歡的。有一些台語的用詞我都不太知道怎麼用，怎麼講。然後我想要把邊緣再暈開一點。等一下 maybe 可以拿我們的粉餅來過渡一下，因為目前這邊看起來有一點卡。等一下眼妝完成的時候，我們可以再來做這部分的修飾，這樣。好，現在就已經有一個基礎的綠色，這樣，蠻好看的。那我就要用，就這支吧，這一支這種頭的，我覺得它可以更有範圍。然後我想用這一顆綠色，非常非常的漂亮。我想要讓它是主色這樣，不過它也比較容易掉粉，所以一樣就是記得在眼影盤上按一按。就其實我的眼影盤上面的這個鏡子的膜都沒有在撕的啦，因為我就是一定是把眼影直接粘在上面。有些人可能會粘在手上什麼之類的，但是我就是太麻煩，我就直接粘在上面。然後因為我們剛剛有留孔嘛，所以我們就直接按压上去。哦，这綠色蠻綠的耶，我有點想要加下面這一顆，我覺得這一顆應該比較沒有那麼綠，我要加一下這一顆。這一顆單粘的話有點綠，一樣把它在眼影盤上面勻一勻，這樣加一點點好一些，再沾一點，稍微暈開，帶到眼頭眼尾。你看現在第一筆顏色太重了，換一支暈染刷吧，是031的這一支小一點的暈染刷。把眼頭這個位置暈開，它有一點像橡皮擦，可以把太深的地方稍微擦掉這樣。然後因為這一面沾粉嘛，我可以用這一面乾淨的稍微讓它暈染一下，然後再拿這一支出來，稍微把它整理一下，把一些有色塊的地方整理一下。那如果在整理的過程覺得那個咖啡色好像有一點掉了，那我们就是再補色，我們再把我們的剛剛那一支拿回來，再補一點咖啡色上去，讓整個顏色不要就直接被綠色吃掉。那我們剛剛做的那種漸層感就是有一點浪費啦。然後再拿回這一支是剛剛鋪綠色的，那是這一支才對。這一支再把它稍微暈開一點。然後這邊等一下用，開始一直摸，等一下用粉餅把它稍微顧一下這樣。然後我們的綠色也上點在下眼影的地方。我覺得另外一顆綠色比較漂亮。哇，好久沒有畫這種比較淡一點的妝，我想再暈上來一點。這個綠色就可以再暈上來一點。這會有一個截斷，你看這邊有一條線的那種感覺。我覺得現在這樣很棒哎，很不錯很不錯。好，另外一邊也一樣補上。那因為剛剛是用混色的，所以這一次也是用混色，讓兩邊顏色看起來差不多。輕拍的把眼影拍到你要的位置。兩邊的上色度不太一樣。这个綠色真的很好看。然後我好像稍微修飾一下我的眼睛周圍的那個顏色，我可能再補一點咖啡色。我覺得我的眼尾有一點掉了。
眼尾加一點咖啡色，眼頭也加一點點。剛剛好像有一點掉色的地方，再補起來。就是為什麼今天好像不用特別遮瑕，因為還好，不太會影響到化妝這件事。然後拿出我們的粉餅，就是一下我的眼妝周圍這樣。但是我又不希望用白色，所以用這種比較寬的頭，看起來蠻誇張的。但是沾好粉之後，一樣要記得勻粉，要記得勻粉。然後我想要在這邊這樣子稍微整理一下眼妝的邊緣，也是，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覺得現在有卡色的地方，就是像這邊這邊是有一點卡色，我就有點不喜歡，所以會用粉餅這樣子稍微把那個咖啡色卡色的地方整理一下，然後把一些顏色過渡更乾淨一點，這樣大概是這樣。那接下來我覺得我應該來用一下眼線跟睫毛，那這部分真的太難拍了，所以我就不拍，等一下跟你們剪白。我回來了，然後我剛才一邊畫一邊想說，我怎麼覺得我的眼妝有點空啊？然後我才想到，我忘記疊加亮粉了啦，就是也不是亮粉，就是亮面的。那我想要疊這一顆顏色，我想要疊這一顆顏色在我的眼妝上，這樣，那我就用我的這樣子去沾，你看非常漂亮的一個顏色。我沒有要非常多，所以我可能會稍微在我的手上先按一點掉，然後稍微一點點的疊加在我的這個眼皮的中間哈，這樣子稍微按一下。我剛才想說，怎麼這麼素啊？怎麼回事啊？原來是他没有上去啊！你在哪啊？這樣子非常一點點。然後眼睛下面的話，我看一下我要用什麼。我用我這一支暈染刷好了，然後也是一樣沾一點點，非常一點點，然後這樣子糊在我的眼睛下面這一點點，稍微可以畫出來一點點就好。這樣，你看這樣子眼妝是不是就不一樣的那個感覺？然後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稍微加一點點，輕輕按壓上去，範圍不要太誇張，用按壓的。不要用塗抹的，塗抹就會太 over。為什麼要唱歌？這邊可以用手嗎？這邊可以用手這樣是不是好一點？然後我又覺得這樣子眼睛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太單調了，就是這個綠色的範圍好像有點少，所以我決定要稍微用一下這一顆，然後暈染一點點就好。我直接用它，然後用這一個暈染刷，我們最一開始的那個暈染刷，稍微一點點。我拿出我的鏡子，我們一點點就好，就是稍微帶到一點這邊。我覺得這樣子顏色實在是太少了，這樣，所以我稍微帶到我的眼窩一點點，也不是眼窩，就是修容要修的地方，一點點就好，一點點就好，一點點。就這樣，真的，一點點，這邊太深了，救命哦，趕快修一下，一點點就好，不然我覺得就是真的顏色太少了一點啊。那眼妝的話，睫毛跟眼線加起來就是這樣子的感覺。我最近買了新的假睫毛，我覺得蠻喜歡這種看起來毛流很誇張的，但是又沒有很整齊，就是最近好像蠻流行那種夾一支，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那樣子的妝感，我喜歡那種毛看起來亂的那種睫毛這樣。然後，眼妝應該就这樣了，我覺得應該不會再另外動它，頂多等一下修容打亮的時候。對，修容打亮的時候稍微加一下。那腮紅的話，我就不想要這麼有缤紛的顏色，我希望我的顏色就在眼睛跟嘴巴上面就好。所以我的腮紅就是031的，這一支非常之好用。那我看一下顏色哈，我應該會刷一點這種，就是有點像膚色，但是又有點蜜桃色的腮紅這樣。那我就掃在這裡，我的臉開始發熱了，所以我覺得
應該真的是我的臉皮膚現在有點太敏感，我們圓一點，我們沒有在畫眼妝，我們就可以圓一點，然後就用這樣子的一個顏色稍微過渡一下我的臉。我想要讓，因为我不希望我的臉看起來太膚色嘛，這樣講有點怪，但是就是讓它可以有一點點顏色，就是有一點點不是膚色的顏色。已經開始覺得自己在荒謬，我在亂講話這樣，但是就是我相信你們聽得懂的，你們聽得懂嗎？就是我有想要的顏色，像是這樣子就很淡一點點就好了，我沒有要非常的誇張。然後我旁邊想要疊一點點，就是同樣顏色，感覺再加深再加咖一點點，然後去做一點點的修容。沒有要非常多，沒有要非常多，再次強調，然後也可以稍微過渡一下到臉上，就是我沒有讓臉的顏色看起來太平，然後稍微畫一點在鼻子這邊。我真的是非常隨意，就是我沒有什麼漂亮的公式這樣，所以請你們見諒。然後這邊也稍微修一些。對，我覺得這樣，你看這樣子，我覺得臉上看起來的顏色就好很多，這樣就跟剛剛一開始的那個感覺不太一樣。然後又有一點顏色，就真的一點點就好，沒有要太誇張這樣。然後嘴唇的話，我覺得好像也可以來一點，所以我要把我的護唇膏擦掉。護唇膏其實就是凡士林，沒有什麼特別。等一下口紅應該又有得挑了這樣。然後把一開始的那個我說有一點膚色，但是帶一點蜜桃色的腮紅，稍微鋪一下我的嘴巴，一點點就好，一點點就好，很一點點，真的很一點點，就是大家下手冷靜這樣，就真的一點點。然後再來選那個最近很愛的。最近就是非常愛03E的這一支三角頭，然後選用這個看起來比較淺一點的顏色吧，稍微在這邊帶一點點，好像有點太不淺，點一下別的顏色哈，等我一下哈。這個就是也是一樣是 Maybelline 的，然後這樣的一個亮的顏色，這樣搓，我稍微在臉這邊打一點點，好像不夠亮，但是。沒關係，一點點就好，真的都是一點點。這一顆其實應該要拿這一顆，我剛剛拿錯了，我要的是這種膚色的。那再補一下，再補一下，一點點就好，一點點就好。一直講一點點，然後一直補。然後我這邊也想打一點點，所以拿另外一支老一點的刷子，也是我用這種比較扁的，然後兩面沾粉，两面勻粉，一定要勻，加一點在這裡，一點點在眼頭的位置，沒有要很多，一點點就好。一點點就好，然後我去整理一下我的眼睛，那個假睫毛一直刺到我，好痛。OK， 我回來了，我們要來上口紅了。口紅我選了這兩支 Gimme Glow， 對 Gimme Glow 的那個口紅，我去混了一個這樣子的顏色，我覺得蠻美的。那我們就來上嘴唇，好像剛剛有先厚敷一層我的護唇膏，我覺得我的嘴唇現在比較扛得住，然後。先塗一层上去，我真的找不到我想要的顏色，所以就自己調了。而且還有一點帶黃色調的棕色的感覺，用出去一點，就是畫出去一點，所以我會用這個手指粉撲，然後直接這樣拍了。直接用拍的，而且是嘴唇上面這樣，讓它有點暈出去的感覺，有沒有一點點？
你原諒我現在斜視，因為我的鏡子在這，再補一點。這個顏色非常之好看。然後我想要稍微等它乾的時候，然後我想要鋪一點點的綠色在上面，這樣。然後這個綠色我可能也會想要用眼影盤上面的這一個綠色，我覺得是真的蠻美的，但是也是一點點而已。所以我現在正在思考要怎麼樣才不會讓它失控，就是你知道，每次上這種東西都很容易失控。我用這種鬆散的暈染刷好了，然後稍微清洁一下，因為这剛剛是有用來沾顏色的。那還是我先試着上一點點，算了，就直接上它吧，對吧？我們是用這個顏色，好，一點點，用沾的這一顆亮色，這樣一點點，然後上來一點的點在嘴巴上面。就擋到你們，我点一點點，暈一點點出去，一點點，然後再拿回我們這個，因為我覺得好像有點多了，再拿回來，好忙，我的鏡子呢，在這，再稍微蓋一點點回來，一點點就好，我想要到一點點，蓋一些回來。我覺得這樣非常完美，非常漂亮啊！這個嘴唇真是好久沒有畫這種嘴唇，然後來點上一點痣，然後我順便來把我的隱形眼鏡戴上，等件，目前還不錯。有，我回來了，我剛剛把髮箍拿下來之後，發現不太妙，我頭髮就是已經定型了，然後我就洗了一下頭，然後沒想到哇，現在洗頭真快，真的快，好快的，然後。其實我還沒有整理過我自己的頭髮，我自從燙完回來之後，我好像一直都沒有整理過這樣。那現在我決定來稍微整理一下。你看，他其實有幫我燙這個外翹，就是這個往外，好可愛的。但是因為我自己睡覺的時候把它壓扁了，所以就都沒了，這樣我覺得很可惜。但是我非常喜歡它這個外翹的部分，我覺得如果等一下吹完頭髮沒有很明顯，我甚至會把它再切。就是用翹一點這樣，然後想一下，我剛剛已經抹了一些髮品，然後我想說我先把頭髮吹乾，然後吹乾之後我們再來看感覺。那因為我的烘罩還沒來，所以我就拿出這個，我猜這 maybe 也像是烘罩的東西，先稍微整理一下我的頭髮這樣。那就是哇，我真的已經好久沒有整理特別的髮型，我看一下這到底什麼用。是這樣嗎？也不是，所以是這樣。是嗎？哦，是。好，那因為會蠻長，所以我們等一下見吧。我吹完頭髮了，然後我剛剛從我男友那邊偷了一個什麼類似髮油的東西，這樣，還是稍微抓一抓。我覺得其實沒有很乾吶，你們也看得出來沒有很乾，但是我覺得我沒有想要讓頭髮看起來太乾的樣子，稍微抓一下。他幫我設計的一些弧度，這次的設計師非常之厲害，而且就是很謹慎的，一直瘋狂問我說：“是真的可以剪嗎？”我想說啊，我其實沒有什麼關係，我不 care，好像很不錯哎，我覺得雖然有點濕了我的頭髮，等一下應該拍着就會變乾了。那讓我來戴上隱形眼鏡，已經沒有什麼細節好講，讓我來戴上隱形眼鏡。戴了隱形眼鏡，剛剛本來想說就卡了，但是就還是跟你們講一下，就是 OPT 的眼雪白鹿，我覺得蠻漂亮的，也蠻漂亮的。來拉近來一點給你們看，蠻漂亮的，淡淡的，但是就是又有一點藍的這樣子，很美。好，那真的就是要來拍照，要來瞪了，好不好？好啊。